嗨，朋友们啊，非常开心的大家演出，我叫于博，来自一个教育大省，山东、黑龙江。可以，鹏哥接着释放吧。老七讲什么辽宁抚顺东北小城市，我说他妈这不纯南方吗？当然，教育大省不是空穴来风。各位，我知道这2年互联网对黑龙江刻板印象很深，东北小孩抽烟喝酒打架混社会，往那一站就是松柏欲盖弥彰。黑龙江是全国最重视基础教育的地方，拥有全国最高的高中就读率。各位可能不知道，比北上广深高多了。我们家小城市60万人，7所高中，没有中专和技校，每个混混都有文凭。你去看每一个打你的人，都会3角函数。你说学那有啥用？我说看那香港电影《古惑仔》，我说这里边但凡有一个黑龙江人，一眼就发现了。那大哥说，给这个人给我扔海里淹死之后沉了。大哥不行，因为浮力公式 F 等于ρ g v 排，淹死就飘了。重视教育，读书改变命运这个观念刻在我们骨子里。从来不掩饰读书的目的，很直接，很夸张。我们当时高中班级直接到班级名字就叫清北班，清北班，太直接了。这和那是衡水中学不一样，人家不叫，但能考上。我考不考上别说，我们就叫，先叫，先叫的人先享受清北。但这个名字太重了，老师第一天就会拿名字骂我们，往那一站，很刻薄。30个人，你们30个人在这个班级呀，就必须上清北，谁不上，谁是班级的失败者，是 loser。但那年清华北大纯裸考在黑龙江就招20人。最好情况，我班得含泪开那么10几个，被迫上其他985的 loser。这种班级太吓人，为了清华北大布置各种各样标语，奔清北梦清北，整个班级布置的和那个清华北大主题乐园似的。每个人的成绩和分数线的折线图，给饮水机取名叫未名湖。在这儿学习，批卷不敢使劲儿，得清华。天天在乐园里边学习学懵了，说一会儿6点半有没有校长坐着花车游行啊？没有，这个名字很重，老师会拿这个名字骂我们，很多事儿干不了了，玩手机什么的。你们这几头烂蒜考清北，那清北学生会玩手机吗？啊？清北学生会谈恋爱吗？啊？那清北学生会说话吗？你也不知道是骂我们还是骂清北学生。往下边一坐，我都纳了闷了。我说他们到底会什么呀？这群不会玩手机的单身哑巴。高考那年确实失之交臂，没考上，因为自己会太多了，被迫在上海同济当了4年 loser 啊。哦，这个事儿不值得哦，因为说实话，这不是我想学的。但那种教育观念里，如果你没去到那2所最好的学校，很多人生你就不能选了。当时特别想去北京人大学社会学。我妈说社会学你上什么人大学啊？你上社会上学。听妈在上海同济学计算机，我说那计算机为什么不在网吧里学？
因为那种观念，小时候一直贯彻的叫必须好好学习，去大城市挣大钱。如果不好好学习，留在老家你就饿死。小时候深信不疑，直到自己真的来了上海，发现这事儿不对。因为我也可以好好学习，在大城市然后饿死。人只要想饿，在哪儿都能饿死。上海的消费更容易饿死。但说实话，刚考到上海那年，整个人还是沉浸在自己走出了那种小城市的幻境里边，觉得自己哎呀，哥们在上海打工干个3、5年就买房买车了，你们在老家什么东？直到今年过年回家参加了同学聚会，所有人除了我之外留在老家都买车，所有人在老家都是开车来的。同学聚会只有我一个人，零下30度走了2公里去的饭店。只有我一个人进饭店的时候，眼镜是上霜的。他们有车的人眼镜的霜拿雨刮器就刮掉了。这就是我们观念的区别。因为来上海奋斗的城市，你会觉得大学刚毕业，23岁开什么车？23岁在上海就奋斗就该坐地铁。23岁不坐地铁，什么时候坐地铁？对吗？车对我来说应该是那个我在上海打拼了很多年，奋斗原始积累啊，最后中产了，追求车啊房啊，那是我奋斗的奖励。车应该拿地铁里程换。但在老家不一样，老家什么奋斗的奖励？你只要活到一定年龄阶段，爸爸妈妈就会给你买房买车，不是奋斗的奖励，算签到奖励。在线时长够可以了。确实不理解为什么在老家的朋友能生活的让我羡慕那么多，因为在我看来，他们很多人没有解决自己独立生活的问题，爸爸妈妈就把一切都给他安排好了，我羡慕至极。独立生活了吗？我说问一个哥们，我说哎，为什么买车？和你们在上海不一样，是在老家，钱花不出去。我说钱花不出去啊？你发点假币呀？这句话让我醍醐灌顶，那一刻突然意识到，成年人的世界里不是那种完全的读书改变命运。再去考他们，没有人在乎了。问一个哥们儿，我说哎，交流电系统的发明者是谁？他说不知道，去你的吧！然后开着特斯拉就走了。讲到这儿，谢谢某日播，拜拜。哎，朋友们，很开心给大家演出。这确实很吸引注意力，你知道吗？上个赛段比赛的时候给手摔断了，现在是黑灯和小佳的竞品。我就是这一期的新残疾人，算是喜榜残疾人。哎呦，说实话，真想讲老弱病残的段子，想讲地狱笑话啊！我有这个资格。我在20岁那年就得了糖尿病。我知道你们是因为听感上更像是刘仁成的段子。20岁，在我们的教育观念里算小孩，小孩就是得不了任何病。我小的时候是没办法和长辈说难受的，但凡说难受，就以你是小孩的名义来否决你。他们甚至会剥夺你身上的器官。从来没办法和长辈说腰疼。小孩没有腰啊，一出生给你卖到缅北了。我们东北更严重，逞强教育，流感出门没有人戴口罩，脸上挂个小孩出门了，得不了任何病。但是这肯定是玩笑，身边的朋友开那个玩笑才是真的恶心，把你当绝症，不让你吃糖，不让你吃水果，不让你吃巧克力，非说你是狗。上网搜糖尿病患者能不能用水果手机，家人才是真的关心。我老80了，
知道我得糖尿病，心疼坏了，每天以泪洗面。哎呀妈呀，大孙子咋整啊？得糖尿病了，妈老还没得你就得了，咋整啊？哎呀，要不吃点黄桃罐头呢？一型糖尿病发的太严重了，一发病就进 ICU， 特别突然，和这个段子转折一样突然。ICU， 我确实是安全下车，往那一躺，真的身上哪儿都插着管，呼吸都有管帮你。我往那一躺，我都想发现小众宝藏打卡地，还什么家人们谁懂啊？我懂。ICU。再出来的时候，在隔离病房，周围全是那种老人、老头嘛，他们很健谈，在里边聊天。大爷问你怎么进来的，看着我说老弟，你这么年轻，你来这儿，你得是癌呀。我说大爷你别闹，我糖尿病。他说你别闹，这屋里谁没有糖尿病？当时才意识到，糖尿病只是见他们的门槛。之后就一直以为自己可以像是一个正常人一样，每天打胰岛素活着。但直到去年，大学毕业找工作，考了老家一个社区，被拒绝了。那个手册一翻开，写的是有犯罪记录不行，大面积纹身不行，糖尿病等慢性病不行。没有想到这个门槛面前，我和杀人犯一个级别。没有想到为什么我明明慢性病，我又不是那种病。我没有办法伤害别人，我伤害别人，我小糖尿病怎么影响我在那个岗位上端茶倒水吗？主任喝茶，我说你先别着急，我亲自倒。蜂蜜茶，主任，蜂蜜茶，5支蜜糖。这个找工作过程中，连这种岗位都在拒绝我们。中国有1.4亿糖尿病人，我说那他们到底在干什么呀？我们当时的病友群里全是老头老太太，根本不用上班。第一天进群发了4个表情包欢迎我，是4个观音说欢迎群友。那剩下的呢？一查在送外卖、送快递，明明体力活最不适合我们，偏偏最接纳我们。不是说我们适合，而是因为这些职业不歧视任何人。哪怕他们就叫歧视。我真的在找工作过程中屡屡碰壁。我当年投过一个我最引以为我觉得我轻车熟路、手拿把掐的岗位，一个大厂的运营。所有面试全过了 ，HR 为了拒绝我说那个话坦诚且残忍，担心你的体力问题，没有办法胜任我们这个岗位。体力，奥运会上足球、网球、冰球各个领域都有糖尿病的运动员，我们的体力可以打奥运会，没有办法上这个班，这得多需要体力！我能为国争光，没办法为他卖命。我不是来端茶倒水，有什么东西是我那个体力干不了、端不了的吗？又不是铁饭碗。真的说的话很坦诚残忍，说担心你在我们岗位上猝死。他知道自己的岗位能猝死，但是不能死一个糖尿病人，必须死一个健康人。你有武德，不杀老弱病残，对吧？工作强度大，你降低工作强度啊？怎么你想招个命硬的，招个累不死的，招个能吃苦的，更适合我了，我就吃不了甜。运营干不了，我们有什么干不了的？英国2任首相都是糖尿病，不跟你们抢这个冠军了，我要当英国首相，已经疯了。怪不得首相住的街道叫唐宁街，那地方我也能住。英国注定是属于唐人。
如果当英国首相这个愿景太过于荒谬，那我还是希望能回归本真，希望所有人在找工作过程中都不被歧视，这个世界该填的填，不该填的不填。谢谢你们。嗨，朋友们，嗨，稍微先解释一下这个手哈，就是在刚才休息的通道里边，因为太暗了，摔了一跤啊。想过在这轮输给堂姐，没想过输给黑灯。好，正式开始了。我叫于博啊，说实话，比到第3轮没有想到，但是压力真的很大，因为前2轮比的还可以。第1轮6块金牌，哥们儿上来就拿了一个。第2轮上来就给用，非常符合我的消费观念，兜里有就得花。啊，用了一块复活金牌，现在是全场唯一的活死人。说实话，这个月一直在自我怀疑，是不是太差了？我就是那种很容易自我怀疑，然后逃避面对的人。来了上海这么长时间了，我是因为觉得自己英语差，不敢和外国人说话。但不是说真的差，英语还可以高考，但就是自卑。我在想，我是上海本地小孩，我小时候见过外国人，我长大肯定落落大方。我说 homie， let's go neighborhood right？ homie 哈，因为我是活死人。我哪管是省会小孩呢？我小时候见过外国人，我妈也会自信地推着我去背英语课文，对吗？新概念 ，Last week I went to the theater， 快点，张嘴，别逼我干你，快点。但我是农村小孩，我小时候见过外国人，对我们来说只能是侵略者。在农村见着外国人是我一生的阴影。在老家见着2个白人。我说这是啥呀？怎么了？八国联军撤退没通知你啊？怎么东西拿到大英帝国博物馆给你俩落下了？我妈让我去说话，我能说什么？我说兽首是中国的。他说哥们儿，我也是中国的，我少数民族。还是来了上海，因为自卑感到落差，就是来了上海才意识到，原来英语是一门语言呢，它怎么能拿来交流呢？我们的英语只是一门学科，落在试卷上，还交流？我们的英语学的跟捧哏似的，最多保证话不掉在地上。还什么听说读写，我们就是嗨，没听说过。天天读写，不知道自己是一个人还是个硬盘。啊，不是说为了抖一个谐音梗，是因为我们那年黑龙江英语高考英语不考听力，不是说真的不考，就是播放但是不算分儿，高考当白噪音放。我们训练的不是如何听懂外国人说话，训练的是如何在外国人说话的时候屏蔽。专心干自己的事儿，快点！阅读理解，写作文，快点！长大了，外国人说话不是听不懂，听不见。一听着外国人说话，专注。出国都没有工作，特别适合给外国人做美甲。叭说2句话，给手指甲当答题卡涂满了。只能做美甲，不能纹身，因为忍不住想写作文。回家一照镜子，后背是地儿里滑。英语学得很尴尬，对吧？精通掌握，因为成绩还可以，但是绝对不会主动使用。英语学得跟核武器似的。朋友还问呢，说你会不会？有时候会。他说那你说呀。我说还没到时候。我方不使用，但掌握英语威慑。别说英语了，来上海中文都快不敢跟别人说了。前2天在路上，一个闯红灯的电动车把我撞了。不是撞的这个，把我撞了。当时我挺生气的，因为我占理。我说你闯红灯是错的，你道歉。他理直气壮。他说我在闯红灯的时候故意站在路中间，我没有父母。
说我在马路中间站着是为了投胎见我的父母，给我一顿骂。在他眼里边，我是一个恶意撞他的孤儿，我是个肇事孤儿。对我进行疯狂辱骂，脑子已经空白了，只有一句歌词说他在朝我扔泥巴。已经迟缓了，场面特别像是植物大战僵尸，我是僵尸，他那嘴里全是植物啊。我当时就看着他，我说这个世界是不是就不需要规则呀？因为他说着说着，只有我们这种感觉伤害我们，只有我们这种自卑的人才需要规则。说着说着来了一句啊，红灯剩3秒就是绿灯。他说，那你阳寿剩3年就能埋了吗？我就是觉得，怎么有的人狂妄到就可以修改规则呢？你没有办法说服他们，很难。难道说服？当年我们老师让我读说服。但说服从来没有真的读过说服，人怎么能修改多音字呢？这不是欺负那些没有人撑腰的多音字吗？有人撑腰的怎么不欺负呢？啊，单依纯，那粉丝不骂你吗？你搁那犟嘴啊，如何呢？又能怎？我就是觉得这个社会任何角落都需要规则，这是我们自卑的人的堡垒，甚至别人家。我受不了一去朋友家是吧，当自己家一样，我不能把这儿当家。我真把这儿当家，我就把你撵出去，我不喜欢别人来我家。当时有2个发小来上海看我，当时就是假客气，我说你们2个随便坐。一个哥们儿开始翻我的衣柜，另一个翻我的冰箱，我往那一站，像个中介似的。我这从东北来看我，还来看房的呀？怎么直接拎包入住了？然后2个人吃会儿外卖，一个哥们儿说在这住吧，另一个说好。我说啊。2个人躺到我的沙发上抽烟，很过分，但碍于情面，只能小小的报复他们，在他们抽烟之前拿走他们的火机。做到这种程度了，他们才被迫用燃气灶去点烟。拿完之后，觉得自己很无助，感觉自己特别像是印第安人。有没有可能当年印第安人也就是客气了一下？和第一批下船的欧洲人说，你就当自己家一样。他们直接拎包入住了。印第安人往那一站，欧洲人说，在这住吧。另一个欧洲人说好，印第安人说啊。印第安人实在没办法了，才在每年感恩节的时候拿走他们的火鸡。我真的觉得自卑的人的底色和印第安人是一样的，我们最大的共同点就是都不会说英语。第一次在老家见到白人，都是我们一生的阴影。我们就是站在那里不动，他们向我们走来，我没有办法说服他们，但是我希望能永远说服自己。谢谢你们。嗨，朋友们，嗨，我叫于博。好，咱们狠人的叙事已经结束了，接下来是温情的家庭的内容。不是说他们2个结婚之后的家庭啊。我妈很传统的东北母亲，教育观念传统，到现在是那种干点什么都给你挑毛病的母亲，对她好的不行。今年母亲节给她买了个包，她说给妈妈买包，妈妈是开心的呀。但如果这个包是你自己做的，不是更有意义了吗？什么话？我大学在上海，又不是在莆田。这话听了我都后怕，因为我原计划打算给他打4000块钱，即使打钱也这么说，给妈妈打钱，妈妈是开心的。但如果那钱是你自己印的啊，那你就开心不了多长时间了。从小教育观念相对传统，掌控感有点强。2010年左右，每天给我5毛钱。10年5毛，10年，世博会都开完了5毛。然后和我说你省着点花。5毛，是当时市面上流通的最小货币单元。
他只要省着点都没有花，那叫攒着点花。这都不是每天都有，上学才有。兜里有5毛钱的小孩上学会自卑，5毛上学什么都干不了，5毛上学，我说你都不如少给我2毛，妈剩3毛我流浪呢。没有，我妈说妈不是不给你钱，妈就是把钱留给以后你去上海大城市买房的。没买。但这句话是小时候拒绝我需求的理由。我说妈妈，我想吃一只鸡，没法。我说肯德基求你，不许吃啊。再给你那个首付吃没了。啥玩意儿？吃只鸡给房子吃没了？吃那啥鸡呀？住房公鸡呀？不是，他就是可能攒1倍的钱付一套首付，说这房子就送你了。我说啊，那房贷呢？有人这么送礼吗？哥们23岁在上海还房贷，我必还不上，我必当老赖。我必赖，让我今天还房贷就花我前23年的毕生积蓄，还1个月，然后第2月在房子里饿死。这是一套纯手工凶宅。我妈原话：哎呦，房子越早买越好。我说真事儿吗？那你要不10岁给我买吧，每天还5毛钱。我确实有想过，我想当10岁的老赖，因为10岁老赖帅，23岁老赖就是社会的边缘分子。但切记，10岁老赖没有人当过。10岁呀，同学们幼稚至极，体育课，哎，我当迪迦的召唤者，我往那一站就是失信的执行人。那1个2个小奥特曼，小罗永浩。这个我给。和那同学就玩不到一块儿去啊！班级60个小孩去春游，就哥们儿1个人坐不了高铁。我妈很喜欢给自己的教育方式就扣一个帽子，叫很流行现在吃苦教育。妈是希望你把好日子留在后边，吃得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。哎呦，这句话说实话，我现在有点不理解，因为我妈好像也不是这个观念。真的吃过苦的人不认同这个。谁吃过苦？我姥。当年河南自然灾害之后闯关东逃难来的黑龙江啊，这一路上吃尽了人间疾苦，对吗？他成为人上人了吗？他成为了一个东北人。他那脑子里就没有成为人上人的念头，只有一个纳乌克热说你飘向北方。尤其我知道他没有过上好日子，因为这2年他经常和我说：“老希望你能上南方。”话里话外就是：“哎呀妈，老后悔了，当年呢走过了。”那帮的狡猾的人上人在北京就已经下车了。我能理解我妈，上一代希望下一代能替他们完成他们年轻未尽的遗憾。我问过我妈啊，你遗憾什么？她说：“哎呦，很遗憾当年家人没有给我买房，很遗憾当年没有考上研究生。”我说：“妈妈，你中专毕业考不了研究生呢。”但我也想有我自己的人生。大学毕业的时候，因为这个事争执过很长时间。我跟我妈说，我不想读研。我妈因为我不读研这个事每一天打电话阴阳怪气，每一天一打电话，我说妈怎么了？她妈能怎么？哎呦，妈不能怎么。妈就觉得哎呦，妈要是生了个研究生就好了。啥话呀？那玩意儿是生出来的。咋生啊？生着生着脐带拽了本硕士毕业证。他那理论都有点变态。这么说你现在还行啊，985本科还够用，但妈告诉你不用多5年，5年之后这个世界上所有没有研究生学历的人啊，都将被淘汰。我不知道今天幸存率大概有多少，但我调查过，中国大概有1000多万的研究生和14亿淘汰者。
99.5%以上的人叫什么淘汰？这叫灭绝。每次想到这儿更不想读研，因为我知道我们家世世代代没有任何一个研究生，我们家得灭门。哥们儿是个孝子，不能独活。当我后来很坦诚，我和我妈说是真的，妈妈，我真的受不了高压的应试教育，真让我读研，我坚持不住，一定在第3年受不了，我直接就自杀了。第3年之后见着我就，我妈在这，妈第3年是谁？那就只能读2年半的专硕了。讲到这儿，谢谢苗如我，拜拜。Hello， 大家好。大家好，我是刘洋。我最近还有一个节目也在播啊，然后在另一个喜剧监狱里面服刑。然后我那个节目播的时候，有人知道我参加这个节目来问我，他说你同时录2个综艺，然后还在写书，然后还在录自己的播客，还在做自己专场的巡演，你这么卷，到底是因为热爱，还是因为欠了裸贷？我其实只是因为喜欢卷哈，主要是因为之前上班的时候卷不过别人，我给憋坏了。各位，我第一份工作是在新东方，你也知道我们那边有多卷，可以说是东方真卷。我们之前有一个课，这课叫试听课。就试听课呢，就是吸引学生先来听，听完了之后再买后边的课就行。就这个课，我们从标题就开始卷。我为了卖课，各位，我已经豁出去了。我的标题叫英语阅读理解的5个秘密。其实阅读理解只有2个秘密：认真阅读，仔细理解。我硬凑5个，然后我的课没人买。我说那看看销售冠军的课，一看标题我就服了。它的标题原文啊，阅读理解再也不用阅读。我说大哥，真敢教！哎，完全不用阅读，纯靠自己理解。怎么是朱丹老师也上过这个课吗？然后一会儿给您下跪。然后这老师还有一门课最厉害，这门课叫做1个小时搞定英语的奥秘。这门课6个小时。我说那剩下5个小时干啥呢？研究英语阅读理解的5个秘密吗？最狠的是这个老师还来卷我。我有一次惊讶的知道，这个老师跑到10个销售组长那边，人手送了一台最新的手机，求他们不要卖我的课。我天，各位，我当时都惊了，销售组长也惊了。销售组长拿着手机，问心有愧，本来也没人买他的课，何苦破费呢？交给时间不好吗？我也很惊，就为了不卖我的课，各位，你只需要给我6台，我就可以不卖我的课；你给我8台，我可以主动卖你的课；你给我10台，我参加喜剧之王我都卖你的课。我后来一直在想，我说这样的课到底什么样的学生会喜欢？答案是所有学生，因为很多学生他们就希望用最小的努力换来最大的收获。我自己亲身经历，我有一个学生，高考前一天跑到北京雍和宫，站在一个许愿池前，想用他小小的付出，获得大大的收获。他掏出一个1块钱的硬币，扔进池子里，说：“希望神仙可以保佑我考上清华。”哎，真敢许啊！我要是神仙，我一把把硬币抓住。我说：“大哥，真的吗？1块钱，上清华，1块钱，从这儿到清华坐地铁4块钱。”你到我这儿洗钱来了？要命了！我后来来到这个行业，这个行业更卷，但是单口喜剧行业的卷比较客气。我们有一种默契，就是如果大家经历了同一个素材，谁先把这个素材写成段子，那这个段子就归谁。所以我们发展到现在，我们已经不光是抢素材，我们还抢去开放麦的共享单车。只要能抢到，别人就讲不了。我们抢到什么地步？各位，
说出来你可能不信，真的。我有一次亲眼看到黑灯，为了赶开放麦，骑上了一辆共享单车。我们当场所有人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除了黑灯。开灯，我给他开灯。太夸张了。但关键是在这个行业，我如鱼得水。各位，因为我骑共享单车骑得快，也有别人骑得快，但我锁车锁得快；也有人锁车快，但我敢不锁车。我就是这么卷。我为了抢段子，我被车撞了都没关系。我骑着单车去开放麦，然后路上一辆卡车砰把我撞了，护士把我的残骸捡到救护车上，捡的时候也不会耽误我抢段子，我会掏出我的段子本给护士说别管我，拿着这个去开放麦，上台念出来，就说是刘洋先讲的段子北定中原日，家祭无忘告小刘。单口喜剧演员很少团建，因为我们去团建，大家都不玩，都是彼此提防，谁也不要抢素材。你想，如果我们玩着玩着，老板突然掉到水里，没有人会去救他，所有人第一反应是看彼此，谁也不要掏笔记本出来记。只要有一个人掏出笔记本，所有人都掏出来。你干嘛？你干嘛？别逼我啊！别逼我啊！要写一起写啊！这个时候我还得在从中调节，我说大家别抢了，一会儿老板完了。看似我在调解，实际上我在向远处的助手发送莫斯电码记下这个素材。我就是这么卷。可能最后僵持完了之后，然后一看水面，老板已经没影了。这个时候我们也不会去救他，我们只会掏出1块钱的硬币扔进水里，希望神仙保佑我抢到这个段子。当然，这个多少有点夸张，因为这个时代谁还会为这种情况随身带着1块钱硬币？我就这么卷，而且我不光许愿抢到段子，我还许愿抢到一瓶统一春福绿茶，因为它创新使用了微发酵工艺，温润茶香，如春风拂面，直接就卷到了无糖界。商务段子我都先写了，我就是这么卷。当然，我之所以这么卷，也是因为我坚信，作为一个创作者，持续创作就是他留在场上的唯一方式。所以我希望我即使到100岁的时候，也在跟这帮演员朋友们比着赛着写段子。我希望到时候我真正能做到垂死病中惊坐起，笑问这段子我能写不？谢谢大家，我是犬王刘洋，谢谢大家。好，谢谢大家，我是南瓜。我的工作是个外卖骑手，现在也讲脱口秀，但我讲脱口秀一直很怕，我怕场子没反应，怕冷场，我就特别羡慕我爸，我爸他从来不怕，我爸他是吹唢呐的，我爸的工作呢是个唢呐匠，他有一个唢呐班子，专门在我们农村那边吹一些百鸟朝凤那些曲子，送那些去世的人走，他这么多年已经送我们陕西宝鸡那一片很多人走了。人送外号宝鸡费玉清啊！我小时候就特别羡慕我爸这个职业太好了，因为小时候家里穷，吃饭都吃不好，我爸天天在外面吃席啊，他天天吃席，吃得真好。当然他自己吃席也会给家里打包一些剩鱼剩肉，我很喜欢吃。我从小就是吃那种百家饭长大的，我现在长大了送外卖给百家送饭，也是一种回馈了。我爸现在还在村里吹唢呐，我在外面讲脱口秀，也都算演艺行业。但有时候确实挺羡慕我爸的，就是我平时在剧场演出，底下观众坐的舒舒服服的，有的还翘着二郎腿，还有玩手机的。我爸表演的时候，底下都得跪着。讲脱口秀太难了，讲到好笑你们才笑，讲特别好笑大家才鼓鼓掌的。我爸只要一开口，底下就开始磕头了。我小时候跟我爸练过吹唢呐，
练过几首唢呐曲子，还真没想到小学6年级派上用场了。老师当时要报节目，全班没有一个人报名。这个时候我同桌说：“老师，他会吹唢呐，他会吹唢呐。”我老师：“哎呀，你还会吹唢呐呀？民间艺术啊，来报上好好表现。”就给我报了，然后当着全校师生的面吹了，吹了2句，吹得校长脸都绿了，差点跪下了。其实小时候活动还挺多的，做什么手工作业比赛，我喜欢去动手，我努力认真的去做，每次拿不到名次。后来发现那些其他同学都让父母帮忙做的，我说找父母，这不是作弊耍赖吗？那回去我也找我爸，我爸做的就太专业了，他做那白事上纸扎的房子太好看了。我当时随便拿了一个带到学校都是降维打击，我看着同学们羡慕的样子，我不要用你爸的业余挑战我爸的专业。我家里那种纸扎的东西还挺多的。我现在在上海送外卖，我经常会在路上遇到一些超跑豪车从我面前过去。说实话，我也不太羡慕，家里什么都有。我家还有4合院，还有私人飞机。我知道那些东西，我早晚有一天我能用上。但确实啊，唢呐这样的工作啊，一直他都没有社会地位。我爸一直被人瞧不起，我小时候也经常被一些同学嘲笑我。他们放了学见了我，你爸吹喇叭的，你爸吹喇叭，吹喇叭。我说吹喇叭怎么了？到时候还不送你爸走？我从小都很自卑啊，我一直找不到对象，我知道我很自卑。我前段时间还去相亲了。其实本来还聊得挺好的，聊着聊着，他突然就问我：“那个你爸爸做什么的呀？”我说：“我爸爸他玩音乐的。”他说玩音乐，那做什么音乐的？我说他有一个乐队，平时在我们宝鸡那边巡演。他说啊，那你爸是那种 live house 吗？我说不是 live house， 是 dead house。那你爸这个乐队水平怎么样？能不能去参加那个乐队的夏天呀？我说不太适合，他这个呀不太适合线上，平时接触的都是一些 underground 的。我爸这个确实不太适合线上，当然他也不适合线下，他适合那些下线的观众。我爸在村里待了一辈子，他连普通话都不会说，更别说表达自己了。当时有个自媒体博主到乐社，粉丝特别多，他们找我拍一个视频，一边拍我，一边在我老家拍我爸妈，让我爸对着镜头对我说一些话。我爸对着镜头，哎呀，紧张的什么话也说不出来。那个导演就说：“那你用你最擅长的方式表达一下吧。”非常自信拿出了唢呐。导演说：“你儿子啊，说他最喜欢的歌是《起风了》。”我爸就唢呐练了一首《起风了》，然后对着镜头对我吹了，把我喜欢的《起风了》吹成了上天了。我爸现在也知道我在讲脱口秀，他非常的开心，我们也算是演艺世家了。我爸非常的开心，我今年也是，他也希望我能走上更大的舞台。我今年也是登上喜剧之王这个大舞台，也是上线上了。今天也是非常开心。如果线上表现一般，那我回去演线下也挺好的。如果线下再不行，那我就回去跟我爸做下线。好，谢谢大家，这么开心啊！哎，大家，来，我们先回到人间一下吧。我们先啊，我要讲一个我其实从来没有讲过的素材，就是我大学毕业的第一份工作其实是船员，就是在开那种商船，在远洋。做驾驶员，开那种大集装箱什么的，选择这个工作是因为感觉这个工作就是浪漫而自由，但是上了船发现就是这个船上呢就是偏偏没有自由，你知道，就是我们这工资很高，但是我们工资高都是拿我们的自由换的，就感觉很像在坐牢，你知道吗？就只是坐牢的人他是先挣钱再失去自由，我们是每个月按时给的。我们其实一出海就7个月，一出海就要跑7个月，你知道7个月21天就可以养成一个好习惯。7个月210天，你可以养成10个好习惯。你要是实在无聊，你甚至可以先养成5个好习惯，然后再戒掉5个好习惯。哎，出海半年，归来仍是不良少年。我本来想我环球旅游吧，我是无聊，那我就当环球旅游了吧。但是你知道吧，这不是你决定的航线，公司不知道为什么就一直派我去非洲。
就一直派我去。我本来有一些航海梦想，想要致敬各路伟大的航海家，但我感觉我一直在致敬郑和。我天天待在南半球，我感觉我头上的旋儿都反了。就是你知道，在南半球待久了，你会特别想念北方，你会特别想念，我好想念我北方的福建老家。我做实习生的时候啊，反正还是有很强烈的航海梦想的。但我发现那些老船员，就是他们完全对这些一切都非常的麻木，他们觉得这个什么航海就是上班，他们觉得一切都很麻木。见怪不怪。有一次我夜航过了一个群岛的时候，我甚至看到过一个火山正在喷发。我说哇，好浪漫！我说二副火山，火山。他居然跟我说，哇，我来了好多次了，我一直以为那是个灯塔。灯塔没有冒烟的吧？人家虽然落后，也不至于灯塔烧柴火吧？他对一切都很麻木。我就像有一天我告诉他说，阿尔路飞那里有个路飞，他会跟我说，我以为是个渔夫，他来了很多次了。那我们去非洲，我们其实是要经过很多海盗区的，我们是要经过海盗区的。这班人连防海盗都防的一种班味很重的感觉，就是他们防海盗是防给公司看的，好像就是海盗来了无所谓，但是如果公司发现你没有好好防海盗，可是要扣工资的。我们会在船舷边上弄那种一圈一圈那种高压电网拉一圈，其实都没有通电，因为怕电到自己人。然后会挂一个牌子，然后上面写高压危险，啊，写的中文。我这个电网是国家电网吗？不是海盗，连海盗英文都不一定看得懂了，写中文，你说怎么你就赌海盗里面有中国人是吗？就中国人只骗中国人。然后他们会在船舷边上放一个那种稻草人啊，假装有一个人在那里瞭望。我说都这种时候了，咱就放一个人在那边会怎么样呢？你放一个稻草人在那边，你防海盗还是防海鸥啊？对吧？而且你就是稻草人没有成本，那你要放你就放一排嘛，你就放一排稻草人，万一海盗读过兵法对吧？他一看哇，草船借箭。然后他们请那种为了贪便宜，请那种3个那种安保人员上来保护我们。那3个安保人也不知道哪个国家请来了3个，枪都开不清楚。上船之后要试枪，我们扔了一个油漆桶在船尾飘飘远，他们就咚一枪打不到，咚一枪又打不到。我说那完了，油漆桶都打不到，那海盗要是化妆成油漆桶，那你不是更打不到？然后那个船长就很淡定，他就说：“哎呀，不要急嘛，到时候就打到了嘛。”我说：“这怎么让子弹飞啊？现在啊，什么叫到时候？到什么？到30年后子弹正中眉心啊？”我说你这个枪厉害了，你这个枪打出来子弹延时效果的啊！你这什么弹道啊？你这个弹道是衰迟弹道吗？然后3个安保人员就跟着我们跨越印度洋，绕过好望角，嘣嘣嘣就跑到那个西非的一个叫几内亚湾的地方抛锚，一个锚扎下去，然后3个安保人员就走了，然后海盗就来了。哦，真的，但那西非那边的海盗，它不是那种很吓人的海，它是那种冷兵器海盗。它的工作模式是半夜偷偷到你的船边，如果你没有发现它，它就会上来抢你的东西。但如果你发现它了，它就会假装自己是在捕鱼。它这个工作模式很特别。我们一般是上班摸鱼，很怕被发现，他们是一被发现就开始摸鱼。然后你知道，然后我们其实大概在那里抛了30天的锚吧，30天锚。然后那帮海盗就天天来。其实到后面我们都很熟了。然后来了之后打个招呼，他就发现我们戒备森严，然后就很落寞的离开，然后也不知道怎么跟他们领导交代说，嗨，今天又摸了1天鱼。但是你久而久之，你会发现他们一开始只是7、8个人钓上来3只秋刀鱼的，但是他们每天都抢不到东西，每天开始捕鱼，他们捕上的鱼越来越多。我到了进港前，他们看每天有时候能钓出10几条秋刀鱼上来。真的到进港前哦，他们有些不怎么来了，可能是发现就是捕鱼可能比做海盗挣钱。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正能量的结局，对吧？就是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。我大概跑了6年船左右，跑了大概6年船嘛。我觉得到了后面真的是这样，我明白，就是什么浪漫的东西，你经常去之后，你就会很麻木，你对于一切都会变得很麻木。就是我觉得陆地上的人可能都会在说什么我很想要去马尔代夫，对，我想要去马尔代夫。但如果你经常去非洲，你要经过印度洋，你就天天经过马尔代夫。你经过马尔代夫，就跟你经过一家路上卖某劳一样，就是有的人还说什么心中有海，哪里都是马尔代夫。你人在海上，你心中就只有卖某劳。你在船上你吃不到，你船上你就只想要吃你吃不到的东西，你知道吧？船上有大龙虾，但你只想吃小龙虾。
因为船上我太想吃麦某劳，因为大厨不会做，你知道，大厨会做华某式，但他不会做麦某劳。大厨会帮你做好什么汉堡，然后牛奶，然后苹果切片放在那边。我说那玩具呢？我记得我最后一个航次大概有跟几个实习生在国外靠了一个港口，然后下地之后，他们跟我一起下地。我说你们准备去哪里玩？他们说三副我在网上查了一个沙滩，我觉得很不错。我说去沙滩，你们该不会是要去看海吧？我说我不去，我不去。他说那三副你要去哪里？我说我去码头整点薯条吃。谢谢大家，我走了。啊，今天的主题是工作。大家都知道我是毕业于就是 BJ 的 Junior College。就是北京的大专。我呢以前也在一个 Internet share place be responsible for turn on the computer。对，在网吧开机子。我也做过一个世界500强企业的 BA。就保安。我太喜欢他。但是今天都不讲这些东西，今天要讲的是我人生印象最深的一份工作，是艺人身份赋能营销师。什么？哎，就是扮演假粉丝接机。有意思了，朋友们。我第一次干这个工作是在我高考失利之后。那个时候我同学介绍，一次100机场集合。普通地铁几块钱随便坐，机场快轨25一趟，我没坐过。我第一次出站一刷卡，咣当，扣我25。我说有黑客。人说孩子就是25。我说你也被黑了。后来所有人告诉我就是25，我大脑一片空白，因为我意识到回去还有25。但是大丈夫能屈能伸，虽然我的路费已经达到了50，出门还买了一个肉夹馍，所以说这趟活我只能花了55，只能挣45。但是我想没关干。到那之后呢，助理给我们每一个人发物料、发海报，先给你50，找艺人签完字结剩下的50，要求是越疯狂越好。我实在是喊不出来。我看那个艺人一出来，我看着他，我说。我实在喊不出来。我左边有一个大姐，她看到艺人喝了一口水，那个大姐，我说你是多少钱的呀？你这不得500？她说我是真粉丝。我说这个比不了。我说赶紧要个签名就走吧。到那儿我说哎。签个名可以吗？当时在机场给我发物料的那个助理，他伸手拦我。我说签个名可以吗？他，我说，无间道，不结尾款。他说不是每个人都能拿得到签名的。当时我大脑又一片空白，因为如果我拿不到签名，等于我自发来这儿捐了一个肉夹馍。娱乐圈太黑暗了，连假粉丝的钱都骗，我要成真粉丝了。当时知道这事儿之前，我说哎签个名可以吗？非常礼貌。知道这之后，我看着他，我说我要签名，哥。所有人退避3尺。我左边那大姐，你别喊了。我说怎么了？我瞅你像我婆婆。当时我说我管不了那么多了，我一定要签名。我说签名，签名，没人拦我了，助理也不拦我了，因为只要再拦我，我直接就50。艺人就给我签，拿过来签字，签完了给我，我拿过来一看，字迹潦草难以辨认，还是要害我。还是要害我，到时候说我自己签的怎么办？当时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，我说你，再签一个。艺人懵了，助理也懵了，助理说，你要150，黑吃黑。我说我要155，这边。那艺人说给你签，你要咬人还是干嘛呢？他签一半，他说，你喜欢我多长时间了？我说差不多得了。
50的不含表演。想看完整表演，请开黄金会员。当时我说这边，他给我签完了之后，给我说你看行吗？我拿过来，我给助理我说你看行吗？助理说行就行。当时呢，我的工作结束了，他旁边有一个真正的粉丝，那个大姐说：“哎，打个招呼可以吗？”那个艺人连看都没看，他直接就往前走。啊，我以为他会非常生气，但我没想到他说：“好酷哦！”我不行了，我说他连理都不理你，你这样吧，我拿一张海报，我说你别问为什么，直接拿这个海报找助理领50块钱。啊，他说不，我想要这个海报。对我的那时候年少冲击太大了，冲击太大了。有一个跟我一块干的兄弟就劝我说：“哎，干嘛这么大冲击呢？你以后干不干？”我说：“以后我真不想干了。”他说：“你别不干，这活多好啊，就站明星旁边，什么都不用干，给点反应，实在不行傻笑就行，还有钱拿。不干白不干，我想天天干。”我说：“呀，有道理啊，大哥，你怎么称呼？”他说：“我叫阎鹤祥。”我1年没见着明星了。哦，不是明星，是少主。真的，我发现我的人设做得太低了，跟那些人设高的完全就不占便宜。人设高的，他理都不理你，你站了很多小时，你出去啊，你不理他，完了之后他觉得啊好酷哦。我在剧场外边要碰见我的观众说合张影，我说不方便，我的观众直接会说你装你，你什么东西？也没观众管我要签名。我在上海演出啊，我上次来上海，一观众说：“哎，签个名。”我说可以。他看着我说：“笔呢？”我说：“我给你找。”我找完给他，他给我签了一个。但是呢，真的做这个行业之后，我才发现人设做的低才好，这是我长大之后的感悟。首先，第一，我的人设没法塌房啊。我怎么塌？我都不是人。我怎么塌？我没得他，我怎么他？我学历造假。哎，你说你是新东方老师，你是清华毕业的，你都得拿一个论文，人家觉得啊也就这样吧。我不用啊，我在演出北京，我说 sin 30度等于1/2，底下大哥牛啊，必须行啊，我没法塌呀。但是最近网上的确说我要塌了，啊，的确说我要塌了，他们开始传这世界之大无奇不有。他们说付航塌房了，原因是学信网查出付航的学历竟然是本科。我不想澄清，人都让我澄清，我说不澄清，就这样吧。我也想进步啊。你见过塌房往上塌的吗？连点普通塌房我塌学区房。我呢？发现观众什么都能包容我。我看其他人一说要结婚啊，其他人都说哦不要结婚，不要结婚。其他的观众啊不要结婚，不要结婚。我演出的时候试了一下，我说我可以结婚吗？底下观众说你可以结扎。他禁止野生动物表演。当时我就发现我其实这个人设还挺好的啊，没有什么负担，比较真实。但是我发现也避不开。前2天接了一个活，甲方跟我说要提供安保，我说如果我演完出还得穿制服给你站岗，得加钱。他说不是，是给您提供安保。我说如果你给我提供安保，就会出现全天下之最尴尬的情况之保安保护保安。那保安也太安全了。我就希望这些荒唐的事少一点，不要看这些舞台上边觉得这个人是谁，其实每个人都有真实的一面。非常感谢你们送了给我一场完美的演出，谢谢。